Hello，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石。今天呢，我们就不谈芯片了，我们来谈谈心，是一期谈心视频，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我之前在英特尔工作的经历，为什么一开始选择放弃学术去公司，然后在英特尔工作呢，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然后为什么去裸辞回国，最后又为什么跑到学术圈了。那我并不是想要给大家任何的指导或者是建议啊，只是聊聊我自己。因为呢，做老实谈心这个账号已经快2年了，B 站呢有20多万粉丝，知乎和 YouTube 的关注呢也都破10万了，也一直都有粉丝很好奇我的这个工作经历，所以呢，这期视频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全程无干货，所以呢，想看技术干货的朋友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那么之前发了一期和高考相关的视频啊，和大家聊一聊我比较离奇的这种教育经历，也就是我怎么从山东省的重点高中的重点班跑到了北京服装学院这个二本学校，然后呢又跑到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拿了全奖读博。其实那期视频也不是在教大家做人，也不是建议大家都要走我的路。那么这期视频也是一样啊，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因为呢我的经历大概率不适合你。那么博士毕业之后啊，一直到回国的这几年期间，我做了3个重要的决定。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聊吧。那么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啊，就是不去混学术圈了，我要去公司。其实博士的出路呢，主要有2个，一个呢就是继续做学术，另外一个就是去工业界。那么我身边大部分的博士朋友其实都是走的第一条路，也就是继续去做博士后，然后呢去找教职的机会。虽然我博士课题做的还可以啊，也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但是呢，并没有继续在学术界混下去。当时考虑的是啊，在未来做选择的时候，很多人说第一学历决定一切，本科学校是人的第2标签，所以呢，像我这样基本就没有可能再做学术了。因为呢，学术界其实是一个特别讲究出身，特别是第一学历的地方。那么老粉丝应该都知道啊，我是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的。但是呢，当时我也没有那么头铁到要以身试法，所以呢，还是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扬长避短，最好能去一个这个不看出身只看能力的地方。那么当时呢，我觉得去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当时我的求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一个博士的就业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宽，因为虽然你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是容易造成一个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其实啊，我在当时公司工作的内容和我的博士课题几乎没有半毛钱关系，这反而不如那些没读过的同学啊，直接去公司攒了4、5年的工作经验来的更有帮助。所以呢，我最后就去了一个名叫 Altera 的做 FPGA 芯片的公司啊，它当时是世界第2大的 FPGA 公司。但是很巧的是，去了没几个月 ，Altera 就被英特尔花167亿美元收购了，这个也是英特尔历史上最大的收购。所以呢，就相当于我误打误撞的进入英特尔了。那么很多年轻的小伙伴啊，可能觉得英特尔没什么呀，最近几年被 AMD、英伟达、苹果、ARM 干得不要不要的。但是10年前，英特尔是这个星球上最大、最嚣张的芯片公司，这个不管你说 AMD yes 多少次，也得承认这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当时我被动加入英特尔啊，我其实是很激动也很兴奋的，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啊。至少在英国，英特尔招聘人数很少，而且大都是这个销售和市场的岗位，技术岗的招聘呢，都是要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所以相当是我走了一个所谓的捷径。不过没想到的是啊，我在英特尔工作的这5、6年，也是英特尔最动荡的几年，有很多现在看起来非常狗血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管理层的不断的更替。那么我待了没几年，换了3个 CEO。那么从技术上呢，也开始拉胯了，眼瞅着原本最牛的半导体工艺，从领先世界1代到落后2、3代，那么被台积电和三星反超。芯片产品呢，从吊打 AMD 到被 AMD 和苹果吊打。人工智能大风口呢也没赶上，被英伟达接了盘，股价蹭蹭的往上涨。我也算是亲眼的见证了英特尔从红极一时到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了。那么虽然有各种动荡啊，其实底层员工呢并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那些都是大老板们考虑的事情。所以呢，我前几年在英特尔的工作体验啊是非常开心加愉快的。很幸运的是啊，我进入了一个大牛云集的组啊，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新的技术。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有很多跨部门啊、跨地区的这种交流学习的机会，也见识了大公司严谨的业务流程和管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我这个个人来说啊，在英特尔工作最好的地方就是能接触到一些这个最前沿的技术，还能亲身参与到研发工作里。我当时做的呢是这 IPJ 在云数据中心里的应用，比如说设计和验证各种关键的 IP 啊，软硬件的架构啊，再到板卡和系统的设计、验证、测试啊等等。那么团队里呢有5、6个工作几十年的大哥啊，跟着他们混，提升的非常的快。那在技术上呢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
那么现在大火的智能网卡和 DPU 等等这些技术，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研究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工业界其实有非常长久的这个布局。那么在英特尔工作的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公司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能够让你看到除了自己本职工作之外的很多其他的事情。公司的内网呢，也有很多的技术资料和学习资料，所有人都可以去看。之前呢，在学校里觉得自己做的研究很前沿，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其实有更牛的研究，也有更牛的工程，让自己的视野一下子就打开了。那么英特尔的内部呢，有很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啊，比如每隔几年就会召开一次内部的技术峰会，这个和学术会议一样啊，也是写论文投稿发表，然后去演讲，搞得很有仪式感。但是呢，这个是闭门会议，并不对外去做宣传，所有论文呢也不公开发表。那么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英特尔把波特兰会议中心包下来了1个星期，全球各地来了上千人。那这个会很有意思啊，每天这个几千人在一个大厅里去吃午饭，然后呢，像 Jim Keller、Raja Koduri 这些技术领袖或者是顶级的大牛，就在台上给大家讲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或者是呢分享他们做学术或者是工程的方法，非常的硬核，也非常过瘾。正因为是闭门会议啊，资料不会外传，所以呢会有很多最新的技术，甚至是黑科技在这个会上发布细节。这些技术形成的产品啊，可能很久几年之后才会真正推向市场，所以呢会让你有一种领先于时代的爽感。然后呢，从公司运营和管理的角度啊，我也学到了不少。英特尔的流程非常的严谨，想做任何的事情都有相应的流程。那么更重要的是啊，有专人做专门的事情。比如说我要多次办这个工作签证，这个所有的过程啊都是公司帮忙搞定的。像我的老孩子签证也是公司免费帮忙办的，因为这些都是让员工安心工作的必要条件。这些我都觉得非常的人性化。那么说到人性化，我们部门的管理其实也比较人性化，没有考勤，可以在家工作，然后假也随便请。薪资和福利虽然没有像软件互联网公司那么高啊，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远超英国当地的平均水平。那么说完了优点，我们再说说缺点啊。因为英特尔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慢，特别是和业务相关的决策和推进上非常的慢。和我参与同一个项目的团队啊，可能遍布了全球各地。欧洲呢，除了英国，还有爱尔兰、波兰、丹麦、德国。那么除了欧洲，还有美国，还有印度。然后客户呢是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所以也离不开中国的团队。这就搞得沟通起来非常的复杂，一来二去，往往就错失了开展工作的最佳时期。我回国之后也和很多的这个 DPU 公司去做交流，他们绝大部分都会说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业务的深刻理解。我听了很有同感啊，但是也很无奈，因为呢，不是英特尔对业务的理解不够深刻，而是这个全球化的反馈回路实在是太慢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啊，就是我当时虽然做的东西都做了很久，但是呢，结果客户都不需要了，项目也就无疾而终了，久而久之呢，就非常的郁闷。那么工作到了第5年，由于一些关键的 IP 都开发基本结束了，新项目呢很多都无疾而终，所以日常工作就像搭积木一样去做一些体力劳动，基本没有什么本质的创新。而我呢又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循规蹈矩的人，所以呢慢慢就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没有认同感。再加上新 CEO Pat Gelsinger 上任，管理层基本洗了一遍牌。虽然我们在英国啊山高皇帝远，但是呢余震也不可避免的波及过来，直接负责我们团队的各种老板啊走马灯一样的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有非常统一而且长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所以呢也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继续的发展。这时候我知道是时候应该离开了。那么这次离开呢，不仅是离开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离开了工作6年的公司，还离开了工作和生活了11年的国家。之前做过视频啊，聊过我回国的心路历程，还没去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回国的原因有很多啊，有个人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功利，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放着国外舒服的日子不过，偏要回来卷。那么对于这种评论，我其实没办法回应，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我并不想让大家去照做，也不是给大家灌鸡汤。那么罗翔老师曾经说过啊，每个人登上并非自己选择的舞台，按别人写好的剧本去演绎自己的人生。我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演好自己的剧本。那么裸辞和回国并不一定是别人眼中最理智的决定，但是呢，却是我当下做出的最好的决定。我觉得国内机会更多，离家人更近，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在这里，哪怕他之后必然会离开。但或许我的人生剧本啊就是这么写的，那么我能够做的就是努力的去演好它。
回国之后也有大厂所谓这个100万年薪的 offer 啊，但是最后没去，又跑回学术界了。那回到了这个中科院计算所，这个算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啊。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还是想做有创新、有创意的东西，走一些别人没走过的路。那么从我上学、工作到回国这一路都是这样。而学术研究呢，就是去研究之前没人做过的东西。很感谢啊，计算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给更多的同学机会去参与和从事芯片还有 IPJ 相关的工作和学术研究。可能很多同学看过我之前发的招聘小广告了啊，最近几个月呢，我也找到了很多非常可爱的同学，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欢迎更多的同学们来加入我们。好了，以上就是我这几年走出校园之后做的3个重要的决定。如果你能看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也希望这期谈心视频能够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也感谢所有支持老师谈心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欢迎点赞、分享、收藏，也欢迎留言说说还想看哪些方面的内容。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